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025古装剧杀疯了，任嘉伦、杨紫、程毅新戏重磅来袭，谁是黑马？家人们谁懂啊？爱奇艺把压箱底的王炸全掏出来了。40集大剧里藏着任嘉伦被活剐换骨的血腥戏码，杨紫带全组搞非遗传，成干翻对手。程毅刚出场就被扎成刺猬，王楚然直接穿成妖妃搞权谋。这堆剧光看预告片都能让我熬夜追评原著。任嘉伦这次真拼了，《佳偶天成》里任嘉伦饰演的战鬼族后裔，上来就要经历换皮、换肉、换血、换骨、换心5重酷刑。换骨戏最刺激，活生生被剐成血人还要自己竖刀术。导演郭虎可是拍出《莲花楼的男人》，这次直接把苍兰诀的仙气跟琉璃的虐心揉成暴击组合拳。任嘉伦拍完这场戏直接瘦了8斤，片场花絮里他浑身血浆瘫在地上，把来探班的粉丝都吓哭了。杨紫搞起事业太带感，家业让杨紫彻底告别傻白甜。她演的智墨世家大小姐，开局就碰上供墨造假案，整个家族被抄的只剩祖传秘方。为了重振家业，她带着族里老工匠跟死对头韩东君正面硬刚，斗墨大赛上直接甩出失传的松烟入墨绝技。剧组特意请来徽墨非遗传成人现场指导，杨紫练到手上全是墨字，连指甲缝都洗不干净。程毅这波要虐出天花板，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上来就放大招。程毅演的王权富贵被亲爹锁在剑阵里，眼睁睁看着李一桐演的蜘蛛精青铜被万箭穿心。这场戏光威亚就掉了3天，程毅身上绑着200多根钢丝，拍完肩膀全是淤青。原著党发现剧组神还原了漫画里血染白衣的名场面，程毅吐血时睫毛都在颤抖的细节直接封神。王楚然这次不挨骂了，成何体统让王楚然打了个翻身仗。他演的穿越女开局就被迫当妖妃，结果发现皇上也是穿越来的摄续。两人联手在皇宫搞事情，居然用种土豆解决饥荒，拿 PPT 给大臣们画饼。最搞笑的是他教宫女们跳爱你，把太后气得当场摔了翡翠镯子。程雷演的疯批皇帝反差萌拉满，上朝时阴狠暴力，下朝秒变程序员狂敲算盘搞发明。李一桐把自己玩死了108次，书卷一梦简直脑洞炸裂。李一桐演的18线小明星穿进剧本，开局就被刘宇宁捅死。最绝的是每次重生都换死法，被毒酒送走，让房梁砸死，掉进冰湖冻成冰雕。剧组准备了108种死法道具，光血浆就用了200斤。当他终于找到蒙面侠客改命时，刘宇宁一个转身就把救命恩人和大 boss 身份叠满了。谭松韵、侯明昊婉转前世今生，逍遥让谭松韵解锁双面人设，白天是街头卖艺的鬼马少女，晚上变成清冷高贵的亡国公主。侯明昊演的妖王更带感，被困在玉佩里当了他3个月背后灵。两人找神器时误闯鬼市，谭松韵被迫穿薄纱跳艳舞，侯明昊当场妖化暴走的名场面，直接把预告片点击量冲上500万。王星越把探案完成极限运动，定风波让古装探案卷出新高度。王星越演的神探为查延场白骨案，把自己绑成粽子滚进尸体堆。像韩芝演的女主直接拆了发簪当暗器，两人查案查到皇帝头上时，居然在龙椅底下摸出关键证据。剧组按《清明上河图》造了整条北宋街市，连群众演员衣服上的墨字都是破案线索。这波剧单藏着太多狠活儿，任嘉伦每换一次身体就弱3分，最后决战时只剩半颗心脏跳动。杨紫烧毁自家100年墨方逼对手现原形，
诚意万箭穿心时护住青铜的那滴泪，被显微镜女孩扒出是真实生理反应。现在唯一的烦恼是，明年遥控器怕是的汉死在爱奇艺了。